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选前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脚踏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终过不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那些警察也真是的，问来问去都问为什么嘉谦会去救你们？难道小姨会是绑匪？他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们，哪像那个 Sky 啊，丢下你们不管，一个人跑掉。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他了。对，不要再跟这种人交往，他简直不是人呢！哈。这些东西他偷来的，我不要了。啊，那你讲什么？这些东西都是他偷来的？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哈，兰娜，你不要再隐瞒妈咪了，你跟我讲清楚。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偷来送给我的。不可能吧？他家里那么有钱。他说偷东西比买东西还要刺激。上次你不见那条钻石手链也是他偷的。哎呀，真的是没有想到 Sky 会是这样的人，妈咪这次真的是看错人了啦。你除了知道他有钱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对了，你这次讲的对，是妈咪不好，财迷心窍，被钞票蒙蔽了眼睛。哎呀 ，Oh my god！ 那上次我不是冤枉了小葫芦？我去煮饭了。还吃什么？你不把话给我讲清楚啊！现在就算给我吃龙肉啊，我都吃不下。你要我说什么啊？100万赎金的绑架案呢？你怎么会到那么偏僻的地方，又那么凑巧会救了那个有钱的少爷和佳玉那2个孩子？我刚在警察局都说过是碰巧经过的，警察都没问我了，你在怀疑什么？你是我生的，你骗不了我。这件事是不是和文雄有关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可能会跟文雄有关系啊？你是我女儿哎，怎么一点都不像我？女人一定要精明一点，才不会被那些臭男人骗。你居然帮着那个王八蛋隐瞒绑架案的事，要是让警察知道了，你会被当成是同谋的。那你知道了，你又不去跟警察说？难道要因为你知情不报而被警察抓？我知道了无所谓，要是让那帮坏人知道的话，还真以为我们串通了文雄来敲诈他们呢。现在人家拿走了100万，去吃鲍鱼燕窝去了。只有你这个傻瓜还在这边为他担心，怕他被警察抓了，判他死刑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说你是提醒你，是为你好。你为那王八蛋做了这么多，他拿了100万走了，你1毛钱都没有享受到，你是不是很冤枉啊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啦。喂，你怎么这么笨呢你？明知道他有100万，你就给他抓住他，趁机拿他一笔。他在我们这里躲了这么久，白吃白住的。多少也应该给我们点好处嘛！你要钱你自己去找他拿啦！你这个死丫头啊！我才说你2句，你就这个样子。唉，想不到这次救兰娜跟 Patrick 出来的会是佳倩，
可是嘉倩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，差点就给警方当成是绑匪的同党了。哎，兰娜他们不是说是嘉倩打晕那些坏人的咩？要不是 Sky 的父母报警啊，嘉倩也被拉去问话，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是他救了拉娜跟 Patrick。哎，不过说也奇怪嘞，那些坏人哦，把他们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嘉倩怎么会在那里出现？难道你也和警察一样怀疑他是绑匪的同党？哎呀，我怎么会怀疑他啊？哎，不过这件事情哦，可以证明嘉倩还是很关心我们罗家的嘞。只可惜啊，法德叫他回来住，他不肯了。哎呀，你还说那么多做什么呢？赶快洗手，帮忙做早餐。是啦。哇，今天吃面线啊，看来我要中头奖了嘞。你整天就是想发财啊？谁不想发财？你不想咩？其实啊，一家人能够平安的在一起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是啊，法德，你看你不讲，可是心里蹦多希望这嘉倩回来呀。哎呀，Lisa 大哥，发德年纪大了嘛，当然是希望看到一家人能够团聚啊。哎，来修啊修啊！你们两个赶快谢谢阿公，阿公特地煮给你们吃的。来，快吃了哈，消灾解难。谢谢阿公。谢谢阿公。啊，肚子饿死啦！哇，有面线吃啊！哼，你真本事啊，可以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。反正我没事做嘛。哇，没事不会找事做啊，我还会翘脚嘞。对，我只不过是今天没事做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在彩排一个舞台剧，下个月就公演了。好心你啦，不要去搞那些什么又不赚钱又无聊的舞台剧啦。哎，快乐鱼要开张了嘞，回来帮忙啦。我没有排戏的话，回来帮忙当然是没问题啦。可是你要我放弃的话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其实我找到一个来快乐鱼帮忙的最佳人选哦。二姐，反正你闲着没事做嘛，那你就回来快乐鱼帮忙啊。我？家福这个建议很好啊，你回来的话，一定可以把快乐鱼搞得更加有声有色啊。哎呀，可是我又不会炸鱼。可是你的脑筋动得快啊，赚钱的点子又多，你可以帮我们搞市场促销，发展快乐鱼的生意啊。对咯，反正你这样抢钱，就帮我们快乐鱼抢啦，好过你在外面，等一下又做什么犯法的事啊？你是没刷牙，嘴巴很臭啊。臭你的头啊！对了，佳宇，那你就过来帮忙。只要大家同心协力，一家人一起打拼，那我相信快乐鱼一定能够重新再来的。老爸都出生了，你不回来的话，那就是不给面子啦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发德。太好啦，快乐鱼要重新出击了。我也要帮忙，你除了吃，你还会什么？帮忙吃杂役喽。你真的是猪啊，整天只想吃。就算 Patrick 是一只猪啊，但他也是一只勇敢的猪，不像那个 Sky， 一看到你有事情啊，就偷跑了。对咯，那个 Sky 哦，真的很丢我们男人的脸呢。不吃了。哎，兰娜，兰娜，兰娜！哎呀，这个女儿啊是越来越难管教了。嘉倩主动约我，难道是被我的真情感动？嘉倩啊，我买了戏票哦，我们这样去看戏啦。嘉倩啊，我买了戏票哦，我们去看戏啦。你神经病啊！自己跟自己讲话。我哪里有？不要假啦，我全部听见了啦。怎么要追嘉倩啊？哎，你要追她哦，是要通过我嘞。你要怎样孝敬我这大哥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说喽。那不过我先问你，这次你是不是来真的？我当然是真的啦。如果你是真的哦，我还可以先 pass 你嘞。我看你跟嘉倩还是挺相配的啦。不过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？你讲咯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如果成功的话哦，我不会亏待你的啦。是啊，跟我讲话就这样大声呐。每次看你对嘉倩哦，都变哑巴，屁都放不出来呀。我哪里有这样？
我跟你讲哦，我这次来哦，就是要约他看戏的哈。喂，你们两个在讲什么悄悄话啊？哦，我们男人的事哦，不要你管啦。你呀、这个时间怎么会在这边的？那个时候不是跟你借钱，说要去赎兰娜他们的咯，现在没有用到，不是还你咯。哎，佳倩啊，这次真的多亏你嘞，不然这些钱早就没有了啊。阿南啊，你来找佳倩的？不是啊，是我找他的。你找他什么事？你很八卦嘞，你不要管了，来上前看对不对？来。南哥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。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。那你先说吧。不，你是女孩子，你先说啦。我想请你帮我找文雄。他已经失踪很多天了，我真的很担心他出事，所以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他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不，你的事我一定会帮你。真的啊？那谢谢你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啊？哦，我送给你。哇，这个阿南哦，真的很笨呢，送了花，该讲的话又不讲。那你是他的朋友吗？你应该教他怎么讲的。这种事情怎么教？哎呀，那个佳倩这么这样傻，还是喜欢那个文雄。我已经跟他讲了嘛，他跟文雄哦是不会有幸福的嘞。说真的啦，阿南真的比文雄好几百倍呀。你有机会哦，帮我劝劝他啦，哦。佳倩呐，你到现在想着那个文雄啊？他在外面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啊，才会消失掉的。你还叫阿南去找他？就是咯，你找他什么？这种人没有用的啦，除了跟你要钱之外，他还会什么？就是咯，其实阿南比文雄好啊，他又关心你又对你好，你就接受他喽。我去做事了。你看，只是讲了几句他就走掉了。那如果你真的关心他，就再劝劝他喽。佳倩呐，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那虽然阿南是做偏门的，可是我看得出他心地善良，对你又专一，这种男人真的很难找的，你要好好的珍惜啊！不要像我，爱上一个整天在那边赌马的男人呐，帮他生了孩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这样？我笨哦，爱上一个不应该爱的男人。哎，现在是讲阿南呢，你讲我怎么？美丽姐啊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需要替我担心了。哇，美丽姐，你怎么又流血了？啊？哎呀，让我看看嘞，来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哎，热气啦，最近是不是常常吃榴莲？没有啦。美丽姐最近太忙了，所以她常常流鼻血啊。哎呀，这样出去外面休息一下啦，来啦，坐下来休息一下，要不要看医生？不用了，我看是天气热，有热气，等下回去煮凉茶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自己煮这样麻烦。哎呦，我去药材店买现成的啦。不用了，喂。美丽姐啊，你不觉得大哥他挺关心你的吗？他是看到我流鼻血才关心我，你也关心我啊。可是我总觉得大哥他心里面挺在乎你的。你不是希望跟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吗？你为什么不考虑跟大哥在一起啊？你干嘛扯到我身上来？你知道他那个人的啦，一次一次的让我失望，我不想再受伤害了。那明知道前面有一大堆玻璃啊，还要一脚踩上去咩？可是有时候你明知道是玻璃，脚踩下去已经没有感觉了，可是也没有办法再回头了。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劝你才好啊！哎呀，美美呀，你看，哦，等妈咪洗出来后就给你们看呐。OK， 来，妈咪抱抱。哎呦，哎，美丽，那凉茶。啊，你真的买凉茶过来啊？我都没事了。哇，刚才流鼻血还说没事。哎，热气就要喝多点凉茶嘛，来啦，快点来。干嘛那么关心我？我会怕的嘞。我真受不了你嘞，关心你还要给你讲，来啦，快点喝啦，不然你病倒了，孩子怎么办？好。
来 ，baby 抱来，来，怎么啊？我就知道啦，你是关心孩子，不是关心我。哇，跟你们女人讲话真吐血嘞！关心就关心了，还有分别的没好。OK 了，来。来，老弟给你看照片哦。OK， 看到没？哇，有相机啊！哎，来嘞，我们拍下全家福啦！什么全家福啊？跟你有关系啊？哇，2个都生出来了咯，还说没关系？来啦，我们拍张全家福啦，以后可以留给孩子看了吼。OK， 来。我住院了几天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做账。哦，陈老板，你放心好了，那这些账目呢，我会尽快跟你结算好的。啊，请你等一下啊。什么事啊？你忘了今天去健复中心啊？喂，对不起啊，陈老板，我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呢？好，谢谢你啊。刚出院就忙成这个样子啊？住院几天，我什么都没做。现在啊，我忙得透不过气来。哎，嘉喜啊，我看这个健复运动我不做了，反正做了都没用。什么没用？是医生要你去的。可是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做，再不处理就不行了。赚钱会比命重要吗？钱这次赚不到，下次可以赚，可是命只有一条，有病就要听医生的话。那你让我做完这一份吧。你不为你着想，也要为关心你的人着想。我是说，温温，如果他在美国知道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说他能够专心读书吗？怎么样，一切还好吧？都很正常。你有按时吃药吗？有啊，我每天提醒他的。那好，那待会儿你在外面先测量你的血压，然后就可以做运动了。怎么样，还好吧？还好，只是太久没有做运动，有点不习惯了。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就不要勉强，要量力而为。我会的，况且有医药人员在照顾着，怕什么呢？又有仪器在观察我们身体的状况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还有啊，这里可是医院的附属健复中心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他们那些救护人员很快就跑过来了。蔡，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我只是说，如果我有问题，如果也不能说。哼，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那你要听医生的话，每个星期要来这里啊，运动3次哦。可是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真的很难抽出时间了。好心你啦，不要老是忙着赚钱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以前老是说啊，健康最重要，现在从早工作到晚，也不抽出时间去运动，还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，搞到现在心脏都有问题了。可是还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搞到心脏病发作才来做运动啊？对啊，听老婆的话准没错的。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是很重要的。林先生，你真幸运，有一个这么体贴你的太太。嘉喜啊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想买电器吗？不是。哎，我们前面看看。嗨，你好，要找你什么？请你拿这个给我看好吗？这个吗？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你想买这个啊？买给你的。买给我？是啊，你每天啊从早到晚只懂得工作，不懂得照顾你自己。有了这个啊，你就可以自己测量血压还有脉搏。如果发现什么不妥啊，赶快找医生检查，不要像上次一样突然晕倒啊。嘉喜啊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你神经病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温温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要记得，每天要自己检查1次，我会打电话突击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定时检查的。麻烦你帮我报个新的。有事吗？我是来还钱给你的。我刚刚找到一份推销的工作，
我现在有钱还给你。谢谢啊。哎，小林，可不可以借用你的厕所一下？小胡还没回来。他有课外活动。是啊。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连跟我多说几句话都不想？我急着出门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，让你很失望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想改过自新，我也很想跟你们在一起。毕竟我还是小葫芦的爸爸。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过去了。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不然你那天就不会给我钱。我那天借你钱是因为我们毕竟相识一场，并不是对你还有感情。你现在能脚踏实地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我也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前程。我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。是不是因为你现在是电视艺人？不用再说了，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走吧。他怎么来了？他来还我钱啊！还钱？真的？你也觉得很意外吧？是有点意外。我也觉得很意外啊。不过他说他要重新做人，脚踏实地，也找到一份工作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就好了。虽然他以前曾经对不起你，不过如果一个人知错能改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反正他东西我也不想管，也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兰娜，你又要出去啊？我约了朋友看电影。哎呀，你不要整天往外跑嘛，不要把自己当成是酒店，有空帮忙做点家务。我们已经约好了，我赶时间。哎，是不是 Sky 打来的？你又要跟他出去啊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是他一直缠住我，然后打电话给我。哎呀，不是最好了，这种人还是少跟他来往，哼。我知道了啦，你已经说了1000多遍了，一直讲，你说了不累，我听了都累。哎呀，如果你能够让妈咪少为你操心，妈咪当然不讲喽。我已经长大了，都不需要你操心。长大会人家叫你吃摇头丸，你就傻傻的跟着吃啊？我现在都没有吃了。不吃当然是最好，要不然不用等警察抓你，妈咪会自己送你进港花院。好啦，这么想送我进去，我就进去给你看喽。你哦，哎呀。妈咪啊，给我钱看戏。哈，妈咪昨天不是刚刚给了你零用钱吗？这么一点钱哪里够啊？看一部电影、吃一顿饭都要10多块了。好了。哎，那兰呢？今时不同往日 ，OK？ 你现在不懂得赚钱，不要随便乱花钱哈。OK 啦，我知道了 ，OK。唉。嗨，兰娜，不要这样嘛！我已经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，你都不听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我会很伤心的？伤心的人应该是我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不管我的死活了吗？哦，这么快就忘了那一天的事了。我自己也不想的，可是你也知道当时的情形，我也是自身难保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小姨来救我们的时候，你一被松绑就只顾自己，第一个逃跑了。我逃跑是因为我想去报警来救你们呢。鬼才相信你啊！等你回来救我们早就没命了。好，别生气了。你看我买了什么好东西给你？喂，我已经看穿你了，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你给我滚！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我跟你说，只有我甩人，从来没有人甩我。
那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我甩你。喂，兰娜，安迪，我要买果汁。哦，就来。是你啊，开我的玩笑啊？怎么样？今天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？还好啊。不过记得帮我谢谢学志介绍这份工作给我。已经帮你谢过了，他说自己人，叫你不要客气。诶，因为我买煮粥的料。哦，要煮粥给学志吃啊？怎么最近你又陪人家到健腹中心做运动，又煮粥给人家吃？你老实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又在一起了？不要乱说啦！你不要不承认了。昨晚学志没打电话来，你等啊等啊，等了整晚都睡不着，比等温温的信还担心呢。因为他有心脏病吗？说好回家打电话给我，我担心他出事。不关心人家就不会担心人家了。不过你别忘了哦，人家学志身边还有一个阿妹啊。如果你再不表态的话，学志以为你不想跟他在一起，选择了阿妹，你就惨了。担心什么啦？我只是说笑而已啦。我看学志和你呀，真的是刮风也打不掉的。学志心都在你这里了，那个阿妹不是什么大问题的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哦，如果见到阿妹的话，给点颜色她看，让她知难而退。哎，学志不是一直说要去美国看温温吗？你就跟他一起去，那你们就一家人团聚。这样啊，那个阿妹啊，不放弃也不行了。请问学志在吗？学姐要去楼下买东西，进来吧。坐啊。你刚从槟城回来啊？是啊，我外婆在老家过世，我陪我母亲回去办丧事。我母亲很伤心，加上身体不好，所以就在老家多待了几天。这些我都听学志说了。哦，我煮了些东西拿过来给学志吃。你有心了。学志，佳琪，你来了。佳琪特地煮了一些东西拿过来给你吃。我熬了鱼粥拿过来给你吃。哦。哎，我们快吃饭了，你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不太好吧？只是夹着双筷子，你就留下来吃吧。那好吧。都是一些家常便菜，佳琪你就不要客气啦。阿妹啊，以学志现在的情况，最好少吃这些煎炸油腻的食物。可是这些菜都是学志喜欢吃的啊。我知道，可是医生说学志应该多注意饮食，而且他才刚出院。住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学志有心脏病，你不知道啊？什么？你有心脏病？我因为心脏病在医院住了几天，你刚好又回去了槟城，你家里有事，我又不想让你操心。可是我回来之后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啊？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又没事。什么没事？心脏病会随时发作的，所以要多做运动，多吃有营养、健康的食物。我看我还是进去倒鱼粥给你吃吧。哎，阿妹，为什么把这些食物倒掉？佳琪说的对，你有心脏病，还是少吃这些油腻的东西。哦，哎，对了，阿妹啊，反正公司这几天都没有什么事，你又刚从槟城回来，那就多休息几天吧。等有事了之后，我自然会通知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会通知我的，就只有公事。哎，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就算只是普通朋友，你心脏病进医院这么大的事，也应该通知我啊。我是怕你担心。好了，你快把水果拿出去吧，佳琪在等你。好。
你说小鹿会不会喜欢这个啊？啊，就是这个啦。小户已经好几次啊求我买给他了。好啊，那我们赶快去付钱。可以拿吗？可以。哇，哎，小后露露啊，如果看到这礼物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嗯，我有点渴了，我们去附近的食阁喝水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好啊。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这个名贵香水呢，平时在百货公司要卖80块，不过今天我们公司有58%折扣，只卖40块。这个真的不用了。那没关系，谢谢你啊。这么巧？是啊，你在这边推销东西啊？你知道最近工作很难找，朋友介绍我做份推销的工作，我就先做着了。好好做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希望。过2天小葫芦就要生日了，我想买份礼物给她。谢谢你，不用了。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这10年来，我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没什么的，我真的只是想买一份礼物给小葫芦。好。那好，我现在先去工作，等我买了礼物，再让你转交给小葫芦。那我再联络你。再见。小林，你怎么在这边呢？过几天是小葫芦生日，孩子从小是你带大的，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你肯陪我去买吗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想买一份他喜欢的礼物。那我们走吧。干嘛一个人在这边等？等很久了吗？你去哪里啊？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在电视台加班呐、那后来电台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做宣传，那我又去啦。我忙了一天呐、我累都累死了。哎，怎么了嘛？干嘛不说话？那你的晚餐是在电视台吃的了？不是啊，今天我拍那部戏啊，刚好收工，那又约了全剧组的人一起去吃收工饭呐、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我骗你什么啊？我都看到了。刚才我去电视台，本来想要找你吃饭的，可是我却看到昨天那个卖香水的跟你在一起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是，他是来找我，他叫我陪他一起去买小葫芦的礼物。买完之后，他说要请我吃饭，那我说不行啊，约了剧组的人。那后来电台又打电话给我，就回电台啦。事情就是这样子啦，信不信由你啦。你根本打从一开始就想隐瞒我，为什么你不干脆告诉我，你就是跟那男人在一起呢？我就是怕你会像现在这样疑神疑鬼，所以我不要再找借口了。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要买礼物给小葫芦？你到底要隐瞒我什么东西？你说，你不想都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都听你怎么说，你说，你说。好，我说。如果我跟你说他就是小葫芦的爸爸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他是小葫芦的爸爸。老大，哎呀，你搞什么鬼啦？你不睡哦，人家要睡的嘞。哎，你起来了，我有事情要请问你啦。哎呀，什么事了？
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个朋友的感情呢，出现了一段三角恋曲，我想把这个情况呢拍成一个短片，可是我想来想去都不晓得这个剧情要怎么样去发展啊，而且也不晓得结局应该怎么办才好。哎呀，你这种事情问我，不是得白问？所以我才要你帮我想办法啊！哎呀，你都讲是你朋友的故事了咯，你紧张什么？哎呀 ，OK 了，那讲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 ，A 君跟 B 小姐拍拖 ，B 小姐有一个孩子，那么孩子的老爸 C 君突然出现，还要买礼物给孩子。B 小姐跟 A 君说，她对 C 君的感情已经死了，可是还自答应陪 C 君去买礼物给孩子。哎，我要补充一点啊 ，B 小姐也有跟 A 君去买礼物给孩子哦，所以 A 君就觉得 B 小姐跟 C 君还是旧情未了啊。所以你觉得 A 君应该怎么做，故事才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结局？老大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哎呀，你这种故事不听都知道啦，还不是什么 A 君喜欢 B 君，B 君喜欢 C 君，这种 ABCCBA 的故事，3岁小孩子都懂啊。那 A 君应该怎么解决呢？哎呦，这种老掉牙的故事，就用你的老招数啦。先下手为强。哎呀，你不要吵我睡觉了，妈的！对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只要我捷足先登，让他无机可乘呢。你还是没有文雄的消息啊？哦，好，你会继续帮我找吧？那谢谢你了，南哥。芊芊，美丽呢？美丽姐去看医生了。看什么医生？她不舒服咩？她又流鼻血了。还在流鼻血？她没有喝我的凉茶咩？不只是流鼻血，她还咳嗽到挺严重的。她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？哎，为什么你的病一直不会好的？到底什么事？哎呀，我没有声音，喉咙又痛啊，鼻子又塞，不要跟你讲这么多话。哦，我看你这样我都辛苦嘞。医生怎么讲？哎呀，不知道啦，反正要死了。佳倩啊，陈先生打来说要多200个昂咕柜，我们快点开工吧。哦。哎呀，你不舒服就不要做啦，order可以 cancel 的吗？这种钱不要赚啦，等你好了，我要大把有的你赚呢。难道你真的不要命咩？是啦，我要死了啦！我现在不快点赚多点钱呢，以后我死了，谁来养孩子啊？死，很好听呢。哎呀，你不要吵啦，我要去弄昂咕柜啦。真的讲不听嘞。OK 啦，你要做什么啦？跟我讲，我帮你啦。不用你帮，哎呀，你走啦。哇，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嘞。唉。有时候我回想起来，觉得真实。哎，反正你做什么？这好笑的戏，你哭啊？是我一个好朋友病得要死了，我刚去医院看过他。哎呦，什么病？鼻咽癌咯。好好的一个人，医生这么检查，就说是癌症末期了。哎呀，应该早点医嘛。他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啊，他以为是太热了，整天流鼻血而已嘛，怎么知道却是鼻咽癌啊！流鼻血啊！后来他连讲话都沙哑了，那个声音沙哑，而且他颈项也长肿块，咳嗽又咳得要死，痰里面也有血，看起来真的好像吐血一样啊！肿块咳嗽，痰里有血，很像吐血这样啊！等到他肯去看医生的时候，癌症末期，没得救了。哇，惨了！
法的讲了，那些都跟美丽的一模一样嘞。难道她中了 cancer 啊？她没得救了啊？啊？哎，大哥，你要出去啊？哦。哎，你不在家里吃饭啊？我买了很多菜呀。你买菜跟我讲这么？你忘了吗？家福说今天要带小玲回来家里吃饭呢。哎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？我怎么知道啦？你不知道你还出去？家父已经交代，这顿饭局很重要，一定要全家人都在呀。有我的重要咩？我的人命关天呢！哎 ，hello， 哎呀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Apple 啊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维他命 N？ 不知道啊？那你手头上有没有？我跟你买喽。多少钱？什么？这么贵？我想想看，然后再联络你吧。你躲在房间干什么？还不到厨房帮忙妈咪洗菜？小叔今天带小玲姐上来吃饭啊？啊，赶快出来啊！喂，你讲的那个病是在哪一页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哎呀，你干脆现在跟我说那个病的后果好了。哎呀，我又流鼻血了，不跟你说了。美丽。哇，这美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又流鼻血啊！耳鼻咽喉科。cancer。我惨了啦，惨了啦！真的给我猜中了。美丽。哎，美丽，你流血流不止啊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哪里知道，无端端的流鼻血。哎呀，来，我扶你出去休息，来，来，慢慢，躺下来会比较舒服的啦。哎呦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辛苦了。哎呦，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病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以为我想的？现在医药费这么贵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有我在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医生。是啦是啦，我不是医生。那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这种病很难医，手尾很长。那要拖多久？鬼知道啊！都碰到了什么八辈子的霉，为什么会中这种病？来啦来啦，不要想这么多了啊！佛祖会保佑的啦，不会有事的哈，不会有事的啦。啊！看来这次连老天都救不了他了啦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到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像距离
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两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永远，一定会再相遇。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。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，说服所有分离痛楚？